Some they never come. Road trips and shotguns. Sunshine on the skin. Smile is kicking in. Vibes are in the air. Jumping everywhere. Endless nights. Summer's on my mind. 嘿嘿，我是 Lex 雷克斯，欢迎回来。上几集我去了东京、曼谷、香港等等的地方，想要跟我一起去旅游的话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顺便 subscribe 我的 IG Lex is Sleepy。上一集我带你们去看看我这一次在厦门住的饭店，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回顾上一集，点击右上角的链接去看看哦。这一集带你们找厦门必吃的厦门美食，同时带你们逛逛厦门，记得留守到最后 ，OK？第一站来到了厦门四里沙茶面，来到厦门怎么可以不吃沙茶面？这家算是他们蛮有名的沙茶面老字号吧。那这里呢，主要是有卖沙茶面啦、清汤面、猪脚面，还有咸水鸭。那这里的选择有超多的，瘦肉面只需要12人民币。那这里有非常多的配料啦，有大肠、猪腰、鱿鱼等等，这个算是豪华组合的。那混合了很多不一样的配料，汤头很浓郁，很好喝。里面的料也挺新鲜的，那个汤的感觉呢，就是喝起来有点花生酱的感觉，还蛮特别的啦。那味道呢，就是甜中带有一点点的小辣，然后又香香的，然后又不会腻耶。吃饱了，吃饱了，我们叫了滴滴出行，出发到今天要去的景点之一南普陀寺。那一路上呢，有经过这个 BRT 高架桥，那感觉很漂亮耶，就感觉到非常的有丛林感，整个城市就有一种绿野仙踪的感觉吧。来到了今天的景点之一南普陀寺，那这里是厦门8大景点之一，那这里的人真的超级多的。来这边之前记得预约啦。那要怎么预约呢？就是你们需要进入南普陀寺的预约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那也建议留2-3个小时在这边走走看看哦。南普陀寺的香火非常的旺盛哦。那东门靠近厦门大学，里面有很多的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悲殿等等等等，然后还有一些佛教学院。这里拥有1000多年的历史，所以很多人都会慕名而来。至于这里的建筑呢，我非常的有闽南风景的感觉嘞。这里融合了一些现代气息，还有古典韵味吧，我觉得还蛮不错参观的哦。这里的薯饼都非常的好吃而且都是曾经获奖的哦。这些都是厦门著名的特产，非常的便宜，有些才10元一盒有甜的，有咸的，那各种口味的馅料都有，有绿豆味的，还有椰子味的，等等等等。逛完了寺庙，我们就来到了厦门非常著名的沙坡尾。这里集合了老厦门，还有一些新的文艺啊。这里曾经是厦门的避风港啦。那来这边可以体验到非常浓郁的历史气息啦，然后吃一吃厦门美食，也可以体验一下厦门的风景。这里有很多的网红小店非常老式的理发店，非常复古的旧书店等等等等。这里甚至可以看到一些结婚的新人都喜欢来这边拍婚纱照但是我来这边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吃一些好吃的食物啦。这边一边走，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小吃店和卖伴手礼的店，也看到这里有卖一些肉串啊、厦门五香饺，甚至是可以看到这一锅一锅的姜母鸭。姜母鸭也是厦门非常著名的一道菜哦。我先介绍这一家玉包烧，这家店是老厦门人的记忆据说是当地人都很喜欢吃的一家正宗厦门特色小吃店。来这边呢，就可以吃到厦门的古早味。这里的店铺不大，就小小间的，外面看到这个阿姨正在做着海蛎煎。这家最著名的就有玉包，才10元然后有烧肉粽12元。拌面才7元，那还有厦门海蛎煎25元，当然这里也有少不了沙茶面，还有一些大骨头汤面。这里最贵的食物才38元价格非常的亲民啦。我们点了拌面、鱼丸汤、一个玉包，还有厦门海蛎煎，那看起来就非常的开胃嘞。那这里的玉包非常的有名，表皮是芋泥还有糯米的混合，可以吃出一些芋头的颗粒感，整个咬起来口感软软的，那配上祖传调制的灵魂酱汁、甜辣椒还有芥末酱，再配上香菜还有葱油辣椒，味道很特别耶。
那这里呢，海蛎煎也不错吃，配上辣椒，香香的。那建议如果来沙坡尾，可以来这边试一试哦。其实也是一个蛮适合买伴手礼的地方嘞。那我经过了这一家店，看到他们的包装设计其实都蛮好看的，所以我在这家店里买了不少的伴手礼。那这里呢可以买些伴手礼，就包括了凤梨酥啊、椰子馅饼、绿豆饼等等等等。其实还蛮喜欢沿着这个沙坡尾一路往前走，感受一下这个复古的街道。这里保留了一些传统的风貌，同时呢又有一些清新的小店吧，有一种在繁华的城市里面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那这里呢望下去呢就有一个双子塔，晚上的时候呢会非常的漂亮哦。但是我没有待到晚上了，所以我就不能拍给你们看了。慢慢走到了有名的沙坡尾艺术 C 区，是个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来的地方吧。这里呢有一条文创街，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不要忘记点个赞，然后订阅我的频道，顺便订阅我的 IG LexiSleepy。接下来又是吃的时候了，来到这边怎么可以不逛巴士？这里是一个美食天堂哦，在这个地方真的完全可以感受到厦门当地人的风情。那我是带我的长辈来这边的，他们简直是喜欢到欲罢不能。那这里到处都是非常新鲜的海鲜，从帝王蟹到小鱼小虾、龙虾等等让你挑选。那这里也有很多的海鲜加工餐厅，海鲜的做法呢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来调整你喜欢的，至于价格呢一定要先问好哦。来看看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吧。那如果你搜索厦门必吃小吃，那这个一定上榜。那说的就是这个巴士五香。这里炸熟的每条4元，然后生的就是每条3.8块。那这五香卷呢，就是猪肉再加上很多种的配料调制成馅料。至于口感呢，吃起来就非常的 Q 弹，而且爽口。那据说这是谢霆锋曾经光顾的网红店哦。这里当然也少不了一些烧烤海鲜，这里有一些烧烤生蚝，那每个生蚝都看起来非常的新鲜肥美耶。经典的蒜蓉配上新鲜的生蚝，感觉上超好吃的啦。猪记手撕鸡就是手撕的鸡肉放入麻油、芝麻、香菜，还有多种配料再搅拌，这是当地非常著名的下酒菜哦。厦门古早味中立菌满煎糕，这里有花生、芝麻、抹茶、芋泥等等的口味，就一盒大概是12元到16元之间，非常的便宜耶。那这里的馅料超多，而且超厚实、超大份的，那记得一定要趁热吃哦。逛完了巴士，可以慢慢步行到中山路，这里也是厦门的另外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天堂从小摊档到老字号的餐厅，这里都有。你可以尝试到厦门特色的土笋冻，或者可以吃一个热腾腾的沙茶面，当然还有这里的花生汤你的建筑风格真的很好看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那这里的建筑呢，就融合了一些中西文化，感觉上有点典雅的欧式风格，也有传统的闽南建筑元素。那感觉上每一个细节都在讲着厦门的历史还有故事。我特别喜欢就是晚上的时候，那个灯光照在那个古老的建筑上面，让这整个中山路完全散发出那种独特的韵味，就是古典还有现代的完美交融。来到这里，当然绝对不能错过这个厦门的老店联欢海蛎煎。这家店创始于1982年，那隐藏在一个小巷子里面，位置是有点难找，但绝对是当地人的最爱之一哦。由于是吃晚餐的时间啦，所以我们就找了前面的一家吃姜母鸭的店铺坐下来吃。那你可以在这边联欢这边点了海蛎煎呢，然后他们就送来这家店。那我们也在这家店点了一个姜母鸭。这里的姜母鸭吃起来是干干的，里面就有老姜片、麻油还有香料。那咬下去，鸭肉外皮酥脆，皮薄薄的，那肉质很嫩。那特别喜欢这个生姜的味道那姜片也很好吃，整个闻起来就非常的香啦。
至于这里的海蛎煎呢，煎到外皮酥脆，里面呢却保留着海蛎的鲜嫩多汁。当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就完全可以感受到那个鲜味，还有煎饼的香气在口中爆发的感觉。这种味道还有口感碰撞在一起，就是非常的好吃，就让我忍不住一口再接一口的吃。那这里不只是味道好吃那它还有一股浓厚的厦门人情味哦。吃饱了，在厦门，我觉得一个绝对不能错过的特色饮品就是玉米汁。无意间经过了这家店，就发现他们是新鲜现打的玉米汁。当我喝上一口，哇，我真的完全被征服掉。我觉得在冬天的时候喝上这个暖暖的玉米汁，哇哦，简直就是好幸福。现在想起来，我都好想再喝哦。晚上回饭店啦，那我饭店隔壁呢就有这个灵溪烧酒档，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餐厅，每天晚上都大排长龙，据说是当地人都很爱去的一家餐厅哦。但我吃饱了，所以就没去吃，或者你们可以来这边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这家店哦。接下来就在饭店附近逛逛吧。那晚上的厦门也非常的热闹哦。那厦门的万象城算是具有代表性的购物中心之一吧。那无论是美食还是娱乐，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那这里也有很多的名牌进驻，想要 shopping 的话，不妨考虑一下这家购物广场哦。那如果不想在购物中心里面逛的话呢，这里附近也有很多的商店，就一大堆吃的啦，有饺子店、麻辣火锅店、担仔面，然后酸笋面等等等等，你绝对不用担心这里找不到吃的哦。如果你想找一家按摩店放松放松，那你可以选择这一家野空 SPA， 那这是他们其中一间分行哦，整个环境非常的优美。那建议中午的时候或者下午的时候来吧，这样子就可以感受一下这里的风景。这里的灯光、音乐还有味道都让人很舒服，按摩师的力道也非常的好所以我还蛮推荐这家的。另外一家我选择了这家泰菩提树下，那这里的泰式按摩也蛮不错的哦，而且环境也不错。好了，第二天呢，我们就乘搭高铁从厦门站回深圳啦。那这里的厦门高铁站还蛮大，还蛮舒服的。那明亮又宽阔的候车大厅，让我不会感觉到很拥挤。这里也有一些小吃店，你也可以在这边用餐或者买咖啡哦。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集再见吧！记得按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哦，拜拜啦！